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内坜算是我桃园半个地盘。听说内坜呢这边有一个蛮厉害的收藏家。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企划呢，也是我们的玩具人上家。这次呢，我们也是约好了这个玩具收藏家，去他家看看他收藏了什么东西。开箱他的收藏室，神级收藏家。因为我刚刚算是小有一点小渊源。23期待吗？期待啊。那签好了。好，谢谢。好，谢谢。那我们就 go go。是台湾万能麦斯交流社的社长，我是 Alex。收藏麦斯今年应该算是第6年，真的很晚进玩具圈的人。因为当初看到就是这么多，然后以为是从以前就在收，过手就知道氪金加速，你花了钱，东西就会增加，速度就会变快。其实收藏麦斯，它算是压倒骆驼的一根稻草。它引爆点在于我的工作劳累程度到达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然后回家就摸到我的麦斯圈，我小时候好喜欢这个，那我买一点回来好了。就我发现台湾我买不起，所以我就找国外朋友帮我买，然后看到全部帮我买回来，所以数量就变得比较多。玩万能麦斯的时候会想到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忙碌，就是小时候比较无忧无虑的时光。工作的疲劳会让你觉得，你只要身处在某个环境里，你就是情绪上都离不开。拿到这个麦斯玩具的时候，你觉得我小时候玩这个东西，然后就会有一点抽离出来当下现实。万能麦斯的年纪已经有点久远了，那如果有现在不认识或是不熟悉万能麦斯的人，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万能麦斯吗？麦斯他的故事，其实他是一个戴着这个时空帽的男孩，然后在各个不同的地点去解决一些问题。以现代人概念，你解决一个问题很简单，拳头比较大，或者你靠努力奋斗把它打败，那你就解决这个问题。但麦斯不是，麦斯他其实有点像小鬼当家，他里面从来没有用任何的武器装备去打败敌人过，他永远都是什么设备，然后要毁灭世界，然后他就把那个设备搞坏，然后坏人就跟那个设备一起炸开了，坏人想做的事情弄失败，类似这样子的形式。他的那个面向在那个年代也是少见。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思考模式，所谓的那个换位思考。像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处理一件事情，我们就只能这样处理，但事实上说不定你有其他方式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从侧面角度来看，你可以觉得他是一个小鬼当家，他在不同的世界里冒险，能够在这个玩具里面找到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他每一组玩具其实都带着一些知名的作品，那这件事情是有趣的。今天假设这个作品里面你能够找到一些很棒的元素，你甚至这些元素在现在都还是被利用，但代表它其实玩具的设计上是考究的。麦斯玩具队员太好了，我就一讲我会停不下来。如果我今天要推给新的人来接触麦斯，我会跟他讲说，万能麦斯这个玩具其实它就是一个像是艺术品的玩具，它就收藏大小打开，它就是个独立的世界，独立的环境，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很多的乐趣。那有没有印象是就是开始回来收之后买到的第一个？刚刚有提到氪金加速这件事情，所以我不是一个一个买，我可能台湾这边看到我觉得 OK 的，我就是他有的我就全部买走。我记得我第一批回来的时候，一个30磅的麻布袋，然后打开里面全部都是麦斯。这个我其实在早开始收麦斯的前3到4年，我直到去年才开始没有在社团做开箱，因为我觉得环境比较成熟。我当年在开箱的时候，那其实是还蛮 over 的，就是几十个麻布袋，加上100-200磅这样，一个一个把它打开，然后那边看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惊喜感，就一直开，然后开完就把它摊在桌上。我有的拿下来，然后宠物的我就用比较便宜价格摊提价运费的方式放到社团，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便宜入手，用那种方式。所以你说我到底第一组是什么？没办法算了，你的格局太小了。不，我想要问的是，为什么是麦斯？因为小时候玩的玩具应该有很多种，因为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因为大家小时候生长环境可能不一样，但绝大部分我相信双薪家庭，爸妈就是那个年代正在奋斗，他们可能都在外面工作。但我家就是我和我哥哥，然后2个我们就待在家里面，我们讲长兄如父，所有东西他都优先使用，因为我打电动啊、电脑啊，我就玩玩具嘛。那对我而言，这玩具连接性是比较高的。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期待说就是我拿了好几只玩具，然后组成一个什么来玩。尤其家里环境可能没有那么优渥的时候，你可能玩具就很少。那你这种情况就变成说，我假设有一个玩具能够满足我所有需求，就我的想象空间，我可以拿它，然后到处去冒险。这件事情其实让我留下很大的影响。所以等于说，麦斯的这个玩具是可以带给你最多的想象的空间。因为其实每一组它的设计完全不同，我相信这部分有很大一个区块影响到我在人生的发展上一些想法空间。因为其实这样说，我比较像是开创性的人，就是我会去思考事情该怎么做。那我相信这个是因为我其实在很多面向，尤其在玩玩具或玩那种麦
麦氏的时候，其实我是会主动去思考说，我怎么在这个环境里面去活动，然后我怎么去化身为麦氏在里面冒险。同样的，我现在在 run 专案或者干嘛的时候，我是一个专案里面一个小人物，那我在打一个副本的 boss， 我想厂商嘛业主，我可以用怎么样的去对应他，类似这样的做法。可以简单讲一下现在的工作。就是打从我2年前车祸之后，目前就没有从事原本的专业。我原本其实是做企管顾问类型的，我们讲数位转型，然后企业的开发、上市柜那个面向工作就是比较高强度，还要整了很多资源。我受伤之后，我就躺在床上，我就觉得，这个人到底明天会怎么样，真的很不知道。我现在操到肝快爆掉，然后业主很开心，那 OK， 我有赚到钱，他收话，明天那个钱也不会跟着我入土，那我不如做点喜欢的事情。刚好我在经营这个麦氏社团，然后我就想让我多投入点心力在那，因为这件事稍微整合一下，开一间公司来做麦氏玩具这样子。那在收藏麦氏的这一段路上，有没有什么是最有趣的故事？因为我就知道买，然后我就是一直买买。我其实讲真的，我一开始对麦氏的知识没有那么够，我其实一开始就是个买比较多的玩家，但后面我买多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有些东西有点不一样，好像可以拿出来做一些区别，然后去研究了那个 Jose 的部落格，才发现说，其实有些东西可能它里面也没用，我才开始发现说，其实我有收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很特别的东西，甚至说就是我有的自己都不知道它特别，像这盒就是很特别的东西，麦氏盒装开窗很难保存，泡壳这种东西很容易黄化或是裂化，所以你要保持30年不容易，这盒只要30年了，多路包装的其实只有欧洲才有，美国基本上没有看过。中间这个是异色版，它颜色是灰色，光是异色版本身它在一个包装内的状态是非常少见，麦氏其实都吊卡，就像那样都是吊卡，所以吊卡其实拆了就烂，基本上它很少见，那更何况是盒装的。这是欧洲版本的关系，所以那个麦氏长得比较不一样嘛。这个很有趣的，要提一下，我们这样看就是这个包装的右上角都有一个麦氏的图案，那你看这麦氏其实它长得比较老派一点，这种风格通常都是英国或是欧洲那边，那如果说是美国的风格或是台湾进的风格，会是这种。这麦氏其实很明显就比较美漫的一点了，对，而且比较少年。对，年份很明显就是它比较近一点了，这很明显它就是长大过后比较英俊一点的版本。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日版的，那边它的麦氏是整个重绘的，所以它的麦氏是一个很可爱的，它连后面的漫画剧情都重绘。你看那个蜘蛛，它好像日本的那种对卡带，他的确是那个画那个游戏卡带的画家去画它，所以它每一个国家版本其实它都有它的独特性，包括它的标准字、它的那个包装形式都有落差。像上面的那个龙岛3盒，它其实有不同的出版商的版本，最右边那个 Irene 的，然后中间那个是 Bluebird， 再过去是那个 Mattel 是收购了 Bluebird 的，这边它其实是好几个时期的产品，包装上其实都多少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在就是收藏来说，这些不同的合绘是一个就收藏的点嘛，看有没有病得那么深。对，我觉得我还可以，因为就是本意还是在推广麦氏，因为对我来说麦氏精神很重要。我们讲说开创就是冒险精神，包含就你愿意尝试任何事情的这一个精神和态度，以及它的玩具的它的多变性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它是一个不可取代的。假设今天有人跟我讲说他想要什么东西，那我有重复的可以出让，我还是会尽量出让给人家。麦氏玩具很有趣的地方是，它虽然漫画看起来 QQ 的，但它所有玩具都非常写实，像什么蜘蛛啊、蝎子那真的你放在路边，你涂的稍微细一点，人家都会吓到的。这个鲨鱼的部分它很有趣，同时带了很多的元素进去，那甚至有些你可以把它当做蓝色窗帘，自己解读的意思。可以这么说。我们这样说好了，以外观来讲，其实它是一个不完全的鲨鱼，它没有尾巴，它代表它其实是一个被猎杀或者被改造鲨鱼，它不是一个正常的鲨鱼。你身上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有被捆绑的痕迹，甚至被攻击的痕迹。这个牙齿的锐利度，包含它这血丝的部分，它身上这些它不是单纯的绳子，这些绳子其实都带着鱼钩，这鱼钩都穿入它的体内，代表它其实已经被捕捞或是攻击过。那它现在是采出一个攻击的姿态，外观看起来是这样子，其实它这样摆起来很漂亮，因为它上色细致度还有它的生物细节都做得非常好。当然我们打开第一层，它内部已经被改造成了一台潜水艇。生物的改造在近几年议题是比较敏感一点，但事实上在早年还蛮多这种题材，你要把生物感和机械感做得非常的融入，其实不太容易。那我们先提一个重点，上面不是刚刚提到鱼叉，它其实从里面对应的位置都透出来，而且它都上金属色漆。除此之外，还看到之前被吞下去的人的遗骨，在它生物的口腔的部分，包含里面的骨头、牙齿的这些肉的部分，很好的重现这个生物感，而且它的雕模是非常的细的。接下来我们往下面看，它这部分它潜艇的金属色，包含它的一些动力机构，以及说它开通的部分，都还看到一个不是人类的驾驶员，以及说它这个攻击用的鱼枪等等，它就把它完全埋在里面。但一打开，你会发现，它这样子就完全变成另外一组玩具的感觉。除此之外，就我们上盖还有另外一个惊喜，鱼鳍的部分拿出来之后，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它就变成一只红鱼。红鱼的部分，我们可以把麦氏站在上面，这个就是麦氏一贯的传统，就是里面所有的反派载具，其实麦氏大概都能驾驶。红鱼的部分，它牙齿也做得很细，一个反转反过来，你会发现它其实已经机械化，但它的生物感一样做好。那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它非常有诚意，它两边的颜色上的不一样，金属色细节和它的漆料做得很好。我们有个都市传说啦，麦氏当
年不能卖的原因很大，是因为它的金属漆用的就是比例太高，有重金属含量，所以小孩子不能卖，所以被强迫回收。有这个都市传说，因为它的金漆太不可思议了，30年多了，金属漆竟然完全没有掉。接下来我们再往下打开一层，首先我们先看上杠潜艇的部分，它内构都有做好，而且你会发现内构不像一般的船，它还有带一些奇异的管线，它里面其实是生物化的改造，两只鱼鳍其实是2只大乌贼。这个要讲到那个90年代的时候，其实很盛行神秘学，或者是说远古遗迹，或者未知生物这种东西，其实非常的狂热。那同样，它其实这个就致敬了所谓的深海大海怪，可以看到里面的驾驶员，他其实是一个长得像那个深海阎王的那一位。然后他这个人物也很有趣，你会发现说，他除了比较自然的部分以外，生物和机械改造部分之外，其实他还带了超自然，这是一个有趣的点。你如何让3种完全相似的元素合在一起？这其实不容易，尤其在90年代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元的文化混合的情况下。底座的部分呢，你会看到，其实它内部它并没有做太多机械改造，它只有在轴心的部分做了一条类似引擎的东西。但是两侧呢，你会看到，这可能是鲨鱼吞下去的一些宝藏，非常有诚意，都是立体的，包含说一些潜水帽、海宝类的东西和针背，代表说其实它这一台潜艇在海下停了很久，那它可能有收集或者是把这些东西带进来里面，而且它直接在牙印上内侧直接做了一个仪表板，所以等于是这次的设计，它从头到尾其实它有好几层的清洗，从最外层的然后第2层的，然后到最后面，它等于是一个玩具有2种到3种翻转，而且它是逐步的揭开给你看，你可以决定你怎么玩它。光是这只鲨鱼，它的元素，不管是第一次玩它的时候惊喜，或者说我们在讲说不同的要素融合上，其实都拿捏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麦斯系列玩具，就是他们的团队在开发的时候一个非常亮眼的点。它的配件有比其他玩具多多少？其实也没有。那你说它空间有多大？也没多大，但它却能把这些很重要的东西用很简单易了方式去让你明白，你在游玩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单调。这是我认为麦斯最吸引人的地方。这个是麦斯的书卡画册。书卡画册这个词其实现在年轻人比较陌生。那书卡画册其实就是它这个是一张一张的，你必须要去买贴纸包，把一张张像贴邮票一样贴上去。像这个很多都是夜光，它每一页它其实都是有那一组玩具的故事，像这里是 Cyber School， 它就讲赛博骷髅的整个故事，然后包含它里面一些独立的截图。那这一组就是树精，反正就是它每一页上都有它的故事，然后你要去集这个。那其实很好玩，造型跟那个玩具上落差。你看玩具直接放在后面，这个是火山怪物，其实造型上有很明显不同，像里面就没有蜜蜂，它里面的那一只虫子变成了一只类似蚂蚁，隐翅虫，对对对，比较像隐翅虫的虫。这个东西你看落差多大，他们还互相攻击这样，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每一个作品长得不一样。像这一只，它的衣服裤子可能长得一样，但事实上就是它是大战金刚海德拉双头龙，就是那边那一只，肤色就落差很大，很多种族都快不一样了。给大家看一下不完整的，缺东缺西这样子，很多页其实像这个都是缺的，其实缺的也蛮有一番风味。对啊，对对，就忍不住想去买它。其实你看得到，其实这个都是在宣传玩具。收藏这么多万能麦斯啊，有没有什么购买的时候要注意的眉眉角角？我经营社团最主要也是希望防止大家就是在买麦斯的时候遇到太多问题。我们讲零件多的东西，然后年份又久，最常就是要么零件遗失，要么就是大家搞不清楚到底它有多少东西。其实早年台湾的麦斯的状况很混乱，大家都觉得自己完整，但事实上可能自己不完整。那也有很多的明明就是小东西啊，那种很贵的价格喊，但其实老玩具就是这样，这算是合理的。我们这样说嘛，有货就是老大，但是没有办法，你30年了，人家也停产了嘛，买不到，那只有他有卖，你也只能屈服，不然就你不要买拒买。我经营了个麦斯社团，是因为我早期在收麦斯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问题，这鞋子3500好像有点怪，那我就看一下那个 eBay 啊，价格不太对，然后就问我当地的朋友看，他说哦没有啊，这很便宜啊，20块。我发现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在经营社团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把这些资讯披露出来，就是说，我希望把社团营造成大家想买麦斯就能在这里买。那我们社团以前是开放的，然后后来因为做牛魔王，我就把它改成对对对，我们还是希望我们保有一些社团自己内部的乐趣。万能麦斯买卖的环境已经很健康了，原因很简单，我尽可能让台湾的麦斯玩具处于一个相较比较平衡的价格和比较能区别哪些东西是好找不好找，稀有或不稀有，那甚至也能够很精确了解到说哪些东西有哪些零件。那这个当然我可以很不要脸讲，就是我花了很多力气和金钱去做这件事情，的确目前有达到我要的效果，我觉得这件事还不错。这个讲个小趣闻，我第一次办那个麦斯聚会，社团只有300个人，那天来了50个，结果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有人就是跟我聊了一下，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现场大概有10几20个是在虾皮或是露天或是雅虎拍卖卖麦斯的人，他们来观察到底哪个神经病在查这个市价。是哦，台湾没有意外的话，我相信至少4成到5成以上的麦斯应该是我带进来的。如果对麦斯有任何的疑问，其实可以直接加万能麦斯交流社，有99% 以上的麦斯问题都会帮你解决。既然刚刚有提到就是关于价格的部分，有没有哪
哪一个是单价最高的麦斯？一般来说啊，乙酉和未酉有很大的落差，稀有和不稀有也有很大的落差。为什么我会把这两件事分开讲？就是今天你乙酉的和未酉的，乙酉的假设今天不稀有，它的未酉它可能价格就是3倍到4倍，可能就差不多这个 range。稀有的话，乙酉可能1万块，未酉的那就看人家愿意卖多少钱。最贵或不贵，我顶多只能评估到这个乙酉的价格给你，因为未酉它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去估价的东西。我后面有几组未酉，像有那个金刚怪母，它其实是当年那个吃乖乖就会抽得到的，那大家对它的共同回忆很多。像比如说那一组乙酉的大概 maybe 3000块左右，你可以买到一个状态还不错，完全配件都没有少，10几个配件都没有少。那未酉的部分的话，正团里面就有买到一个未酉9000块，他觉得他买贵。那我刚刚讲说，我在4年前买第一组金刚怪魔未酉，我买18000，这个东西就是当下它出现了，你买不买你决定，你缺这价格就是合理，你不缺那价格就是不合理。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归到老玩具的市场。这边比较特别，它是1995年，就是麦斯最后一季的那一年的行路，刚好也是那个美泰50周年的，所以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很少见的一些资料。当初入手这一本就是很意外，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麦斯的颜色是流出的对，像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包含这一只，它理论上来讲它上面是黑标，所以像这几组其实都是所谓原型色，而且可能预期当时会出的异色，但因为麦斯断头的关系就没有再出了。黑标跟那个金色的有什么差？这个其实也是个谜，因为黑标它其实本身来说，它除了异色以外，它只有在第3季出现。我相信是最后是配色的问题啊。那你看白色的骷髅，这些还有这个红色的，这些配色都从来没出过，这原型也从来没有在市面上流出过。早期玩具很有趣，他们的广告色其实跟实体色会有落差，像这些颜色其实跟那个玩具实际的配色都有一点不一样。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些有病的厂家来说，就是它就是一组独立而且独一无二的组合。这本行路它同时也介绍了很多就是那个年代玩具的拍摄的风格，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跟现在的做玩具的拍法就有点落差。这里边有很多各种各式各样的玩具，因为它品牌的东西其实都有在里面。再来的话还有另外一本行路，这本行路也是比较特别，它是那个 Irene 的，一样是1995年。Irene 是欧洲的代理商，它里面的东西其实跟美泰尔的内容不太一样。其实它这边他们也会露出包装，这种包装就是欧版才有。经营的这个算是华语最大的万能麦斯社团，经营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有趣或是特别感动的事情？我觉得大概就牛魔王的事情吧，因为我收的方式比较怪。正常的麦斯我很快就收完，正常意思就是大概辨别得出版本的，可能这个有这种颜色，有那种颜色，第一年我就全收完。因为那时候运气不错，我有收到一个法国和一个那个澳洲的收藏家的全部收藏，还有收一个老玩具店，那个量就是很大，里面一次就补齐了我很多的东西。但很多很稀有的东西，其实我是那个时间点补到，但我不知道它是稀有的东西，就很菜这样子。然后就大家在找的时候，我有这样，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变成说我在收麦斯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追逐感。我们收个东西，其实我们会追它的过程其实是一种满足自己的体验，但我没有，我就是收，我就开，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买什么。我发现我收的差不多，我认知上就是因为有一个 Jose 的部落格，我就把上面的东西看完，他有的我都收完了，我就那我应该大全套了吧？就看 Jose 里面写那个牛魔王的事情，我把手机拿起来一看，2020年我错过了6年，2014年开始做这件事情。这其实故事有点长，总而言之就是当时拥有未出版先绝版当时的原型 S4， 麦斯其实都有 S1 到 S3， 就第1季到第3季。那第4季其实就是所谓的梦幻一品，还没出版就绝版。它的那系列其实有外流1份内部提案书，里面有一组大型组叫 Warmonger。Warmonger 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当初流出的时候，因为 Jose 他有follow到这个计划，也因为当年那个论坛的部分，大家在上面讨论这事情，刚好里面拥有2组原型的人，他说他可以把2组正常的零件组在一起翻模，就是让想要的人可以收到。结果就通常都是这样嘛，就是万能小鹰一人到场，一堆人吼着他要做这件事情，他把前面的事情都做完之后，跟大家讲说他评估完就成本大概$600，然后就大家就不要买。那时间点就出现了像 Jose 还有一些人就说不要你还是做吧，那就是我们想办法帮你做期单，应该说超过10组还是做，结果台湾这边就抽到7组，就后来只做12组。但由于它是 cast 的翻模，所以它就是很容易脱色，很容易风化，照到光变色，很容易摔到变成好几组，所以大家都不敢拿出来玩。对我而言，我不在乎它怎么样，我只要拥有它。我那时候就是往外去开价，想要买这个东西，没有人要买我。那时候2万、5万、10万、20万、30万，看到50万都没有人要买我，所以我就想一想，那我想办法去接一颗好了。我就说，那不然这样我去生产它好，把它复原，因为其实那个大家都知道不能玩，大家都要戴着手套去碰它。我就说好，那我就去想办法联系到台湾拥有牛魔王的其中5个人，问了一圈还是没有人愿意卖我。
那我就跑去做别的事情啊，外卖摄影机翻译一下啊，办展览等等的。就Jose刚刚提到写部落格的那位，他看到了，他就觉得我好像不是来练财，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子他有一组牛蒻，那可以合作，那我们把它修复到可以玩。那我听到我整个就不能自己了，原本躺在船上站不起来，我都可以跑了。那天我就直接跟他约在楼下，自己拐着轮椅，然后慢慢的到楼下去跟他讨论。讨论完之后，我们的合作就有一个基本契机。那非常非常感谢那个 Jose， 他借我们的牛蒻，也愿意让我们拆解它去做逆向建模。我用比较现代的科技啊，我们就直接把它拆掉，然后用 3D 扫描器、3D 逆向扫描进去电脑里面，然后逐一修模，把公差，然后把一些机关全部都修复到可以玩的状态。那因此我们有30-40种版本的牛蒻啊，当然有很多都是版本有问题的，直到现在是一个很 OK 的状态。我们最近要进钢模了。总而言之，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对收集麦斯有了新的想法，我就想不开，就想说，那既然官方不做，那我自己来做玩具吧。反正我牛蒻都下去做了。那在那之前，其实我在社团里面有办一个30周年活动，我做了一个全忍者之帽。那个帽子其实前阵子有上市，全忍者之帽它其实麦斯的房间，它就是第一期麦斯跳到他房间里面的那个环境，电视啊、袜子啊、宠物蜥蜴、索尔啊，那一组原本只是我们社团里面就大家自己，我们30周年然后做好玩，有约定的我就请艺术家帮我做出来，那大家看成本多少，大家 share 拿一拿。就后来发现一件事，反正我脚断得很闲，不想回去工作，没有，觉得有点累，就觉得可能我今天出门又被车撞，就什么都没了，我这么认真到底为什么？那我想想，那不如我就把全忍之猫和鲁道夫就把它做成量产玩具好了。但我又不懂玩具，然后我就开始去整合资源，然后几个团队去花一点力去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那我就开始做玩具，也绕了一圈，发现台湾根本没有人在量产玩具，做这件事根本傻子这样子。对，就希望有机会可以往外推，这样后面几款才可以继续努力这样子。我们看一下这个麦斯的漫画，就它这一本期刊这样子。那它这本期刊其实大家看得到，这边开始卖东迷糊的，对，家乐福是，然后翻过来卖自己的玩具和卡通这样子。对，但就是看得出来啊，这本很便宜 ，maybe 可能1.99美金，你就会发现说整份其实放满了广告，满满当当。你看，告诉你说你今天买圣诞大合集，你就可以去拿那个圣诞大合集的截角，然后去换夜光魔头。对啊，这颗夜光魔头极其少见。对，我们这边台面上有一颗，现在有很多的厂家在找。它里面的漫画故事又跟动画上有一点不一样，跟吊卡上也有一点不同啊。这些漫画也很难保存，其实它的纸质太适合久存。那它一本漫画里面其实有3到4个故事，然后这一集就是那个大火龙。麦斯有趣的点就是它每一集的动画最结尾会告诉你一个小知识，然后当时还有出电玩，在超任上的电玩。然后在下一页，它其实这个就是恐怖魔头。漫画它的形象其实会比动画更接近玩具，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对，它很明显。它就服务于玩具这样子，那动画是因为后来动画公司他们有在改编过内容，所以长得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像这边你可以看到，不管哪页一打开都是广告，就是告诉你玩具可以买了，然后后面再告诉你说，我们最近有出一些那个上学小周边啊、绘画比赛等等的。像它这种漫画，其实它总共有11本，它每一本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今天家乐士不来，那我们骷髅大师自己卖一波这样子，然后后面是不是该买啦？这样子大全套啊，你都看到第10集了，在 Marvel 出的这样，是不是啊？封面看到里面买一下，拜托，大概这种感觉这样子。然后后面就看到他可能就要宣传另外几组玩具 ，A3 的甲虫那一组，然后这是骷髅3，它这个形象其实跟玩具一模一样，看得到的配件其实在玩具中几乎都玩得到。这边你看到的反派全部都在玩具里面。这一本就是妥妥当当，你可以拿着玩具对着漫画，然后演一轮这样子。漫画我也还没集齐，还是有差个1-2本。这就是食人，就是一只里面的 Rock Monster。你看外面什么，里面就是告诉你可以参加什么活动，然后可以赢得这一个麦斯的讯息。后面再来就是穿插主线的雾山剧情，这些都是比较少见一点点的收藏。请 S 哥可以帮我们讲，已经在收麦斯这个领域的玩具人，跟在观望的玩具人，甚至不知道的玩具人，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啊？各位玩具同好，如果曾经玩过麦斯的，那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那你可以重新接触看看麦斯。那也许我在短期内我可能会再办个展览，那大家也可以一起来亲手去摸摸看以前你玩过的玩具。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麦斯，那你也对它好奇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有别于现在一般玩具的设计思维和创作理念的一个系列作品，非常非常值得去碰它或尝试看看。它是一个很好的玩具，它也是一个很疗愈的玩具。你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放个1组或2组，你压力大的时候来玩2下，那其实很容易让自己脱离那个工作烦躁感，这是非常棒。麦斯有点太多了，我就不要再阐述，就大家真的麦斯真的很棒，有空可以一起入坑。
现在天色很晚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工作室这边听了很多很厉害的故事，跟看到很多很厉害的收藏人，内心非常感动。在听 Alex 哥介绍的时候，真的是有听到鸡皮疙瘩都起来的感觉。我是算是从小有玩过万能麦斯的人，所以长大之后再回头看会觉得特别有趣。但是因为那时候年纪太小了，所以没有对万能麦斯有这么深刻的体会。然后今天再来重温一次，学到了很多新知之后，我的内心小宇宙大爆发。我的话是对万能麦斯基本上是空白，因为我童年没有玩过。今天的话等于说是我的万能麦斯入门课程，然后入门课程直接就是一个最屌的课程，就是一个高级课。对，我就觉得刚正有一些设计是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厉害，更能体会到里面的设计啊，然后里面的精妙之处。然后因为看过这么多玩具，万能麦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类型，真的是魅力非常的足够。因为刚刚最后 Alex 哥有跟我们讲说他之后还有一些计划，那我们就请 Alex 大哥跟大家解说一下。如果有参加万能麦斯交流社，看到一些这个新的万能麦斯的产品的消息的，那其实都是我在台湾这边自己开发的一些青年麦斯新的产品。我们除了缅怀它之外，我这边会另外再做一系列，就是属于我们台湾这边自己的麦斯，我们会走新的故事线。有接触到的应该有买到鲁道夫，那我们会坚持的品质，而且做更多细节。未来在这一批产品之后，我们会有终极魔戒尺寸，就是像鲨鱼这种尺寸，或是再更大一点，也可以请大家敬请期待。想问 Alex 哥，这些资讯我应该去哪里才得到呢？可以去那个派瑞爱的官网，或是派瑞爱的粉丝团，或是台湾万能麦斯交流社，上面都会有一些我们研发进度啊，还有消息，比较像是我在发展的东西，然后让同好一起参与的这样的感觉。我们创造我们这个时代自己的麦斯。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Alex 哥，耶，拜拜。他留在这里继续玩。好的，好的。